玉吞楼最近新来了几个姑娘，如果两位有兴致，我把她们叫过来。罢了，姑娘有的是。今天先这样了，走吧。哎，王爷再等等，还有人没到呢。什么人？还能让本王等他？不等了。本王请留步啊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知道恒王惦记着我，这不赶紧就来了吗？嘿，谁想你了？空着手来的？给王爷准备了一些上好的花儿。什么花？金水产芙蓉，好花，好花啊！豺狼迎来一招掌，火树罪孽也算分担。山河本上自有权衡，天道王牌不错本。县主，昨夜杨侍郎秘密宴请了恒王和于侍郎，说有要事相商，让下人们不许靠近后院，只留下了这些武技伺候。武技是平康坊哪一家的？好像是家妓。家妓，能查到身份吗？脸变形肿胀，不知来历。他们的主家呢？这些姑娘有专人送过来，还有特别的暗号，对方什么来头，下人不知道，也不敢多问。死者嘴唇、指甲乌青，身体僵硬，应该是中毒。但是酒水、食物、熏香、蜡烛都已经查验过了，无毒。是。池中之水查过了吗？也查过了，不过很奇怪，水中有毒，但量很少。如果把这些人都毒死的话，得把这一池水喝光才行。也可能是他们中毒之后，凶手将剩余毒物倒入池中。他们死亡时间相仿，几乎是同时中毒，但喉咙没有黑，所以毒不是从口入的。难道这是泡澡泡死的？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这是西域传过来的烟玉，在石炉下面烧火，把石头烧热，再把水浇在石头上面，就会腾起热气。人在热气里蒸着，据说可以活血健体。最近西京城很实行这个。戴礼寺很厉害，这不就把案破了吗？啊，破了？怎么就破了？毒就是这么让他们吸进去的。若圣上还有雅兴，可否让我献舞一曲，跳一曲母亲曾经为圣上跳过的折枝舞，以谢天恩？
过机会同阿耶说说话，今日难得，女儿也想将心中的话说说，不然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。婉顺命好，能成为圣上的女儿，可婉顺福薄，18年来只让阿耶看到了3次。第一次，我尚且年幼，阿耶查看皇子公主的功课，赞我有才情，我便用功读书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机会让阿耶看到我的功课。第2次，圣上寿宴，我为阿耶绣了《龙腾四海图》，阿耶大为赞赏。终于想起有我这个大漠舞姬的女儿，我便精进绣功。公主，公主的绣功愈发精进了。今年春搜之前送给圣上，圣上一定开心。可我的绣样，再也没有机会拿到阿爷面前。第3次，便是这赐婚。这或许是我作为圣上的女儿最好的归宿。不过还好，阿爷，你该不会再忘记我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佩仪，你太傻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人能再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。原来世间真有如此特别的花朵，我还当是夸大其词呢。圣上，你看，微风一吹，银光闪烁，倒像是水珠一般。此花虽不似牡丹英容华贵、大气坦荡，但却娇俏妖娆。这香气嘛，也是若有似无的，
让人忍不住一再靠近，难怪叫做百媚生啊！哎呀，圣上，这娘子果然是闭月羞花耶！此花应赠美人呐。老奴这就给娘子摘去。圣上，送淑妃回宫，快！送淑妃回宫！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哼，兴庆宫之中竟有如此残忍之事，速遣内乐局彻查此案。奴婢遵旨。多谢太师丞相帮，那个袍子，老奴帮您烧了。有劳。快！贤主，你才刚恢复原职不久，可别乱来啊！圣上交代过，你不可验尸。你小声一点，别人就不会知道。什么百媚生啊？怕不是鬼魅的魅吧？江作成怎么说？弄巧成拙，吓得筛糠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带回去，明日再审。老大，我听说啊，南海有一种食人花，花种细小如沙，轻盈如尘，不易察觉。落在人身上便扎根下来，以人肉为泥，骨髓为肥，待到发现时就已为时已晚，只能活生生被抽干吸净，痛苦而死。香秀，定是宫中之物。香囊里的花种发了芽，借着墙壁里的泥土和春雨开出了花。请四肢看看，这绣法可是香绣？回县主，这就是香绣，而且这般绣工必是碧柔无疑。喊他出来。碧柔不是上宫局的，是王才人宫里的。县主稍后。县主是说，这香囊的主人已经死了。回县主，这个香囊是我送给韩笑的。是淑妃宫中的韩笑。韩笑身上可还有什么特征？韩笑两只脚的脚踝内侧各有一颗朱砂痣。长得对称，十分特别。县主，那尸体上可有？
我在叶庭局查到了韩笑半年前的出工记录，圣上体恤工人们，每个放出的工人都会给一笔安置费，让他们能够自行婚娶营生。这笔钱他已经取过了，出工的时间和户籍都在上面了。长安县，请问这里可是蔡家？是。娘子是从宫里来的，可认识我阿姊韩笑？你是韩笑的妹妹？我是珍珍。娘子可有阿姊的消息？谁呀？阿娘，他们是从宫里来的。二位可有韩笑的消息？韩笑是我在宫中最好的朋友，自他出宫之后便断了联系。我今日来长安县办事，就想来看看他，怎么会失踪了呢？韩笑可在宫外有什么交好之人？他从来也不跟我们说这些，我也不清楚啊。小娘子，我听说朝廷会给出宫的人发放一笔安置的费用，可是真的？当然，那可是很大一笔钱。那我们能去领吗？怎么，家中很是缺钱吗？我当家的身体弱，只能替人看看铺子，赚不了什么钱。可这家里处处是花销，多亏以前韩笑懂事，他能吃上皇粮，还能贴补家用，是我们家的顶梁柱。既然要靠韩笑养家，那不更应该先找人？人是要找的呀，可我们一家人也得活下去啊。大娘子真是不易，我身上只有这么些钱了，给。哎呦，只是不知道哪里还能有韩笑的消息。有阿姊先前寄来的信。哎呦，快去拿来，快！早些年的已经没有了。这是前2年一直到阿姊失踪之前的信，我都仔细留着。小娘子看看是否用得上。我改日再来。若还能有什么想得起来的，记得随时告诉我。一定。韩笑能有你们2位这样的朋友，可真是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！如此，才算真的成亲了。谢氏晚姻，今入纳氏宗祠，敬香告天，叩晓先尊。那仅此，今日起，我便是你的妻了。
这是大禹婚制，结契夫妇要给彼此环佩簪发，讨一个同心连理、结发白首的彩头。只手约，共寻白头。没想到，你还会准备这些。你幼年罹难，家中无亲，如今成亲了，也该告知先人，让他们宽心。我还记得那天，你站在雨里，撑着伞，天朗地阔，但是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你小的时候没有经历那场祸事会怎么样？你会在一个父母恩爱、家世显赫的环境中长大，成为全安都最耀眼的世家公子。也许会经过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纳吉下聘，求娶于我。你也许会跟我阿兄成为朋友，一起练剑，谈笑风生。哪有什么如果？永远不会。你知道吗？我母亲是国丈的次女，皇后是我母亲的亲姐。就算再来1000次、10000次，我那家没有生还的机会。你知道为何吗？因为我根本不是那承安的儿子，我是皇帝的孽种。当年皇后无子，有力，有力呀！她下药将我母亲送入有力呀，有力呀！想让我母亲替她诞下皇子，有力呀！以谋取太子之位。可谁曾想，她竟同时怀上了身孕。生了，夫人。夫人，生了个男孩，还在脸上长了满脸的青丝。
1年后，皇后诞下李治，我这个满身是毒的人，没有了利用的价值。母亲以为，只要隐瞒下我是皇帝的孽种，皇后便能容下。可是，我的身世毕竟是后患，因为我。 皇后和国丈还是屠杀了那家曼人。我一直埋怨上天，让你身中奇毒，无情无义。现在看来，也许是件好事。你要活下去。 静儿，阿娘一会儿跟你玩个游戏。一会儿，无论你看到什么，都不要说话，不要动，听见没有？无论命运对你多么不公，不要忘记心里的那些善念。快！我母亲自刎后，那家中仆用自己的孩子偷梁换柱，将我抱下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不是那成安、林兰的孩子？就算他们只是平民百姓，皇室血脉，皇室血脉，何其不堪！我身体里面流的血液，我无时无刻、无时无日，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或许。 我根本就不该降生于世。阿姨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有可能，只要我早夭，哪家才有可能生还？ 段锦赐，你听我说，你们那家世代簪缨，你母亲用生命守护了你，你比得上任何一位世家公子，你明白吗？中毒不是你的错，血脉你也不能选择，但是你不能用仇恨来惩罚自己。 这可是陛下赐予本宫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奴婢不敢，请皇后娘娘明鉴。什么？你是说我污蔑了你？奴婢不敢，这10公里多人便可作证，奴婢并没有靠近皇上御赐的茶盏。哼，多人作证，你们谁看见了？ 能给他作证？往前来。
抬头，让本宫看看。来人，找死30！我倒要看看，你这张小脸被打成猪头，还怎么勾引皇上？太医，来看看这个小贱人是不是在装死。是。禀皇后娘娘，是喜脉。什么？这位小主已身怀龙胎越狱了。小哥，来了。爷，给我备辆马车，我要回安都。爷，但我看您有伤在身，这安都路途遥远，您要不在这歇几天再走，快马加鞭的，身体可熬不住啊。安都有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此番回去，我是去娶亲的。得嘞，这就给您安排。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得去。